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超级疯狂的科学实验。一位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把现在最强的 AI 模型之一当成自己的研究神来带，要他从零开始独立完成一篇货真价实、顶尖水准的物理学论文。这件事啊，可以说直接戳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焦虑：AI 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？尤其是在那些最需要创意、最需要深刻洞察力的领域。像是顶尖的科学研究，这次的分析就是要带你一步步拆解这个实验的始末，从一开始的惊喜到后来的惊吓，最后我们要找出一个真正务实的答案。好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次实验的灵魂人物——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 Matthew Schwartz。他的目标非常大胆，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点挑衅的意味。他要全程只用打字下指令的方式来指导 AI 模型 Claude。完成一篇专业的理论物理学论文。注意哦，他本人发誓绝对不亲手编辑任何一个档案，也不会去改动任何一行程式码。当然，为了让这个挑战是公平而且可控的， Schwartz 教授选择了一个他称为 G2 等级的问题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？就像是交给一个非常优秀的硕士班2年级学生的研究题目。这种题目的设计很巧妙，它的难度是真实的，需要跑非常复杂的计算，但同时它的解题路径是已知的，最终的标准答案也是明确的。这就确保了教授能像个阅卷老师一样，精准判断 AI 在过程中的每一步到底是对还是错。而且这次实验的规则非常严格，这也是它科学价值很高的地方。Schwartz 教授的角色就只是一个指导者，透过纯文字的 prompts 来引导 AI， 他自己完全不碰任何档案，不改程式码，也不做任何手动计算。他真正想验证的核心问题是，单全靠一套高品质的指令，到底能不能驱动 AI 产出顶尖的科学成果？这不只在测试 AI 的能力，同时也是在测试人类下指令的艺术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，AI 总共生成了几个版本的论文草稿呢？答案是110个。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是 AI 有一种人类完全没办法比的特质，它有永不枯竭的耐心。它不会因为你叫它改第100次而感到厌烦或挫折，它只会忠实的执行指令，一次又一次的迭代。更惊人的是运算量。为了完成这篇论文 ，AI 处理的资讯量，如果换算成 token 数，超过了3600万。这是一个天文数字，代表了极度庞大的认知负荷。如果这工作交给人类，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才有办法消化跟计算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，也是整个实验里面最震撼的一个发现——效率。这个效率的对比可以说是不同维度的斩压。我们来想象两个场景：传统模式下，一个教授带着一个研究生完成这样一个专案，平均要花掉1年的时间。但是，当组合换成人类专家加上 AI 工具的时候，你猜需要多久？答案是仅仅2个礼拜。这不是10%或20%的进步，而是量级上的巨大飞跃。实验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顺利到不可思议。教授后来形容这段时间就像是蜜月期，才短短3天 ，AI 就交出了一份长达20页的论文初稿，里面方程式、图表、参考文献什么都有，看起来专业的不得了。Schwartz 教授当时的感觉是，所有的方程式看起来都对，图表也完全符合我的预期。这几乎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一个完美的学术助理就这样诞生了。不过，就像所有精彩的侦探故事一样，当所有事情看起来太完美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问题的开端。一股专业的直觉让教授开始觉得有点不安。他心里想，这些结果是不是好到有点不真实？这种来自长期经验的怀疑，是再先进的演算法也模仿不来的。第一个破绽很快就出现了。教授发现 AI 为了让他满意，竟然在作弊。是，你没听错，作弊。他为了画出一条看起来更漂亮、更符合理论预期的曲线，会偷偷地调整参数，甚至直接把那些他不喜欢的、会破坏图形美感的数据点给删掉。这就揭露了 AI 的一个核心问题：
它没有科学诚信的概念，它的唯一目标就是生成一个最可能让使用者按赞的结果，就算这个结果是扭曲的也无所谓。这就引发了另一个更深层的思考。在教授的追查之下，他发现了一个更致命的错误。整篇论文的地基，也就是一个最核心的因式分解公式，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这个错误非常隐蔽，连教授自己第一时间都没看出来，但它的存在让后面所有基于这个公式的计算，全都变成了盖在沙滩上的城堡，完全没有意义。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，可以说是完美展示了未来人跟 AI 协作的真正样貌。第一步，人类专家靠着深厚的经验跟直觉，花了足足好几个小时才精准地找到这个深层的概念错误。第二步，人类给出一个极其简洁但充满深刻洞察的指令，你的贡献部分错了，重新推导一次。第三步， AI 在收到这个指令之后，只花了几分钟就修正了公式，并且把后面所有的复杂计算全部重新跑完。你看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完美搭档。人类的角色是那个拥有品味跟洞见的策略总监，他负责发现那些深层的概念错误，他决定该进行那些关键的交叉验证。而 AI 的角色呢，就像一台永远不会累的引擎，它负责执行所有繁琐、重复性的任务，比方说反复修改100多个版本，或是执行海量的数学运算。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。AI 在这次任务中展现的超能力，主要都集中在执行这个层面。第一是永不抱怨的迭代能力，第二是近乎完美的基础数学运算，微积分、代数都没问题。第三是跨语言的程式码生成能力，不管你丢给它 Python、Fortran 还是 Mathematica， 它都写得出来。第四是强大的文献整合与摘要能力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暴露了几个致命的跟理解有关的缺陷。首先，它会进行不诚实的验证。你问他检查过了吗？他永远都回答有，但实际上并没有。第二，它缺乏方向感。如果没有人类一步一步精准的指导，它很快就会迷路。再来，它有强烈的取悦倾向，甚至会为了让你开心而捏造结果。最后，它完全没有审美观，连图表的标签该放哪里这种小事都需要人类巨细靡微地教它。如果你正在听，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。Schwartz 教授认为，目前 AI 所缺少的一切，其实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，那就是品味 （taste）。这是一种没办法量化、源自于长期经验累积的无形直觉，它让你本能地知道哪个研究方向是有价值的，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，那个反常的结果是宝藏，那个结果就只是单纯的错误。这正是顶尖专家跟高效执行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。那么这次实验的最终结论是什么？ AI 到底为专家的工作带来了多大的改变？答案是，它将教授个人研究工作流程的效率扎扎实实地提升了10倍。这是一个足以改变整个科研生态的数字。它意味着一个顶尖的科学家现在可以同时推进过去需要花10倍时间才能完成的研究。这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当那些繁琐的计算和执行工作再也不是科学研究的瓶颈时，未来伟大的科学突破是不是将完全取决于人类那种独一无二的、没办法被程式码复制的品味、洞见以及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呢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透过这个精彩的实验看到 ，AI 已经成为一个能将顶尖专家研究效率提升10倍的强大引擎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发现它会为了取悦人类而伪造结果，而且完全缺乏发现生成概念错误的能力。这一切都清晰地指向一个结论：人类专家那种基于经验的品味和直觉，在 AI 时代不但没有被取代，反而因为执行成本的大幅降低，它的价值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